清朝年间，保宁府有个木匠，名叫罗定松。他早年曾经跟随名师学艺，木匠手艺极为高超，在当地很有名，每天都有做不完的活。罗定松长得高大英俊，可是年过30，还没有娶妻成家。媒婆多次上门给他说亲，村里有2个大户人家的女儿都愿意嫁他为妻，但他却一个都没答应。村民们都感到很怪异，难道这罗木匠不喜欢女人吗？事实并非如此，但罗定松对女人的确存在一些偏见，因为他娘生下他后还是没断奶的婴儿，这女人就抛夫弃子，跟着一个牛贩子跑了。罗父没有再娶，独自把儿子养育成人。罗父临死的时候，拉着儿子的手说：“儿啊，你以后娶媳妇，一定要瞪大双眼看清楚，世上的坏女人多，有的女人是养不家的，像你娘这样的女人，千万不能娶啊。”罗定松本就对女人充满了戒备之心，又得到父亲的嘱托，更不愿娶妻了。他害怕找到母亲一样的女人，想着自己先努力工作，赚上许多银子，晚上些年再来娶妻，就算一个跑了，也还可以另找一个。其实不管在哪个年代，人穷了就被人瞧不起，女人也容易变心。当然真爱如一的女人也是有的，但在成婚之前，很多人根本不法看透啊。村里有个叶寡妇，生得也颇美貌，丈夫死了5年了，一直守寡没有再嫁。罗定松认为能守寡妇的女人品行应该不错，他打算再观察一下，这女人要是能守寡8年，说明她耐得住寂寞。他就找人去说亲，将叶寡妇给娶了。前段时间，罗定松在县里做工，县里的王举人在城北大兴土木，修了一座豪华的大宅，里面的家具多达数百件，都是罗木匠精心打制的。这晚，所有的活都完工了。王举人验收后很满意，爽快地付了银子，还让吴管家办一桌酒席，请罗定松吃喝。吴管家是青山镇的老乡，与罗木匠也是熟人了，于是2人边吃边喝，聊得十分尽兴。这一通酒喝到筷子时了，罗木匠才起身告辞。虽然喝了好几斤高粱酒，但罗木匠并未喝醉，坚持要赶夜路回家，明天还要到另一家干活。吴管家留他不住，只好提了一盏马灯，让他自己赶路小心点。从县城回村要走20几里山路，其中有一段完全是荒山野岭，但对罗定松来说，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。那年代的手艺人走夜路是家常便饭的事。刚才喝酒的时候，吴管家又给他说亲，并取笑他还是个童子身。吴管家劝他给他介绍一个外侄女，说家里有个女人的种种好处，但罗定松还是摇头，不了解的女子，哪怕说得天花乱坠，他也绝不会随便乱娶的。时正深秋，也颇有几分寒意，天上的月亮长满了毛，在云层中时隐时现。罗定松并不冷，还松了松衣领口子，毕竟刚才喝了许多烧酒，还背着一篓子木匠工具呢，走路都有些冒汗了。半个时辰后，来到了一个叫朱家大坟山的山坡。此地是一座大山的北坡，常年被阴不见阳光，数里内都少有人住。胆小之人白天也不敢走这里过路。在乡间，纵然常有鬼怪的传闻，但罗木匠并不太相信。虽然当年师傅传了他一些手段，可这么多年来，走夜路从未遇见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他走路向来不愿绕道，只走最近的小路，于是便从这朱家大坟山穿过去。这是一条山石小道，但一年到头也没几个人行走，早已是布满了荆棘野草。罗定松走在小道上，刚行走了几十丈，
突然看着前面有个白影，走近一看，竟然是个穿着白裙的女人。罗定松也不怕，还喊了一声：“那是谁家妇人？这么晚了在干啥？”妇人转过身来，看了他2眼，突然迎上来说：“你是罗木匠吧？奴家萧氏是个小寡妇，不久前死了丈夫，葬在这坟山中呢，顺便前来祭奠一番。奴家是在此等你的，想请罗师傅帮忙做些家具。”罗定松瞅了他2眼，问道：“你住在哪里的？要请我做什么家具？”妇人回道：“我家就住前面不远，以前住下面的赵家村的，但因我夫君是个外姓，村里处处排挤，后来便带我搬到靠着坟山的前面位置，另起了几间屋子住着，开了几亩荒地为生呢。不料他去世走了，留下奴家一人。至于家具，我家里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桌椅柜子都需要做的。”罗定松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做这么多，木材可准备好了吗？”妇人点头说：“已经准备好了，都是上好的板材。”这萧氏又出声邀请，让他去家里看看。月光穿过云层，洒下一片皎洁。罗定松看那萧寡妇在月光下落下一道明显的人影，他心中也松了一口气。传说中的鬼物都是没有影子的，他便让妇人带路，说先去家里看看，如果木料合用便可以做。萧氏带着罗定松穿过了坟山小路，走了3、4里路后，果然看见前面有一座篱笆小院，里面是几间土屋。妇人带他进去，院子里堆放着一大堆木材，都是上好的板子，有柏木、松木，还有檀木。罗定松很惊奇，这妇人一个寡妇，从哪里搞来这些好木材的？他又问妇人具体要做哪些东西，妇人一一说了来，共有20几样。这一堆木材也完全够用了。罗木匠盘算了一下，说：“做这些家具大概需要10来个工，我白天还有其他活，你这要是不急，等1个月后再来给你做吧。”萧氏连忙说：“大哥，我这个急呀，能不能帮我先做呢？”罗木匠想了一下说：“要不这样吧，去另一个客人家，从你这也顺路，不算太远，我就晚上来帮你做工，大概20来天也能完成。不过工钱的事，总共需要3两银子，你先付个定金吧。今晚我就开工。”妇人听了，上前娇声说：“大哥，看你这话说的，我一个寡妇人家，还能耍赖不成？你就放心做吧，银子绝不会少1分的。”按罗木匠的规矩是要收定金的，但萧氏既然这般说了，他也不能太小气，毕竟他也是客人，便只好答应下来。罗定松放下工具篓，拿出了斧子、刨子、锯子等工具，开始做起工来。那妇人则在一边看着，有时回屋捧出1碗热水，偶尔也和他闲聊几句。做工到了大概卯时，天还未亮，罗定松便收工，告辞妇人回家去了。再拼命赚钱，也还是得休息一下，才能有精神的。第2天夜里，他又如约来到朱家大坟山，那萧寡妇便在路口等着他了。就这样，匆匆过了20天，罗定松把所有的家具做好了，并帮着妇人抬到屋里摆放整齐。这萧氏也很满意，对他连声感谢。罗定松说：“活完工了，把那个工钱结一下吧。”这段时间日夜都忙，也把罗木匠累坏了，打算回去好好休息一下。萧氏却是脸色泛红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罗木匠见此，脸色也有些变了。难道这妇人想赖账？一开始都说好的呢，这可是血汗钱，不给可不行。他看着妇人说：“如果你确实有难处，我给你少一点，你付2两半银子就行了。”萧氏却是露出苦笑之色，说道：“大哥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，实不相瞒，
奴家虽然有银子，但却不能给你。”罗木匠一听，直接气得不行。既然有银子，为啥不能给？这妇人想吃霸王餐吗？罗木匠喝道：“快点拿钱来！你一个寡妇人家，怎能没脸没皮？已经给足了你面子，再这样，我今天就不客气了。”那妇人见他如此，反一下笑了起来，说：“大哥，别这么凶啊！你不客气，又能拿小妹咋样呢？这些活都做完了吗？”罗定松本就对女人有些偏见，见萧氏如此，气得他七窍生烟。罗定松狠狠地说：“拿你咋样？真拿你没办法了吗？”他一把抱住萧氏，将她抱到后屋的卧室，一下扔在了床上。萧氏见此一点也不怕，捂着小嘴直笑。罗木匠被整得下不了台，最后他猛地扑上去，将这寡妇给玷污了。那种滋味简直妙不可言。罗定松觉得自己这半辈子真的是白活了呀，但这种快乐却是这个不肯付工钱的萧寡妇带来的。2个时辰后，罗木匠累得不行，气也消了，他停下来躺在床上，看着这个娇美的妇人。罗木匠说：“这个萧家娘子对不住了，我刚才也不是有意的哈。既然这样了，那就不用付钱了。”萧氏也没有一点怒色，看着他认真地说：“大哥，你气消了就好，小妹我理亏，也不会怪你的。我确实有银子，但真的出于好心不能给你，因为我的银子你不能用，还有可能会害大哥的性命呀。”罗定松问他何出此言，萧氏神秘的一笑，却不肯说话。罗定松不解，还是继续追问。萧氏叹息一声说：“不瞒大哥，奴家并非阳间之人，而是这大坟山的一团鬼火，通灵后走上了鬼仙之道。我的银子都是阴间的冥币，这些冥币有阴间尸毒之气，大哥若收了，小则大病，重则身死的。”罗木匠大惊，却有些不信，说道：“我看你都是有影子的，不会是鬼。”萧氏说：“鬼火通灵，与普通鬼物不同。再说了，奴家披了一张狐狸皮，所以大哥你才看不出来的。”说完后，这妇人突然身子一缩，化成一团拳头大的鬼火，在床上飘来荡去。见罗定松面现惧色，才又变回了妇人。罗定松见此一幕，表面虽然还算平静，但心中十分惶恐，匆忙穿衣向妇人告辞。萧氏笑着挽留，让他再玩一会，可他愈发害怕，匆匆告辞而去。过了3年，罗定松把叶寡妇娶过了门。叶寡妇温柔贤惠，夫妻俩十分恩爱。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2个故事。在宋朝的时候，有一位名叫陶文轩的木匠，他在12岁那年开始跟随师傅学习手艺，经过6年的刻苦学习，他在18岁时终于出师。然而在出师之前，他已经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努力，替师傅接下了许多活计。因此一出师，陶文轩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小木匠。每当到了婚嫁旺季，陶文轩的门前总是门庭若市，找他干活的人络绎不绝，排成了长队。而在春夏这样的淡季，他的活计虽然会相对少一些，但依旧忙碌不停。这一天，陶文轩刚刚给邻村的一户人家打完家具，他准备歇息半天，然后去河边钓鱼放松一下。就在他准备出门的时候，一个清脆的女子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陶木匠，你在家吗？”陶文轩好奇地探出头一看，原来是村里的小寡妇池玉和。她的丈夫在一次采山时不幸失足，掉下了悬崖，从此她就守寡了。陶文轩笑着问道：“小嫂子，你有什么事吗？”池玉和微笑着说：“找你当然是做家具了。我家的床已经用了好几年了，现在越来越不行了，晚上睡觉都不安稳。我听说你做活很好，
所以就想请你帮我打一张新床。嫂子，我想看看你的手艺到底怎么样，能不能给我打一张既结实又舒适的新床？”陶文轩听了池玉禾的话，不禁露出了微笑。他谦虚地回应道：“嫂子夸奖了，活好不好，做出来你一看就知道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心尽力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”池玉禾认真地说：“这床的木料你来出，你得给我做结实了，我可不想在上面一躺就散架。钱方面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少你的。”陶文轩听了这话，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。他想，床还有被打滚压塌的，那还叫床吗？但他很快收敛了笑容，郑重地承诺道：“你放心吧，别的我不敢保证，但结实这一点，我还是可以向你保证的。我会用杂木做框架，主要承重部位则用硬木，这样床既轻便又牢固。”池玉禾听了陶文轩的保证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他从荷包里掏出2两银子，递给陶文轩作为定金。陶文轩接过银子，心中暗自高兴，这笔生意算是稳稳地接下了。3天后，陶文轩将制作好的新床送到了池玉禾的家中，并亲自帮他安好了床。看着池玉禾满意的笑容，陶文轩心中也松了一口气，这个活算是圆满完成了。就在这时，邻村的一位村民匆匆赶来，找到了陶文轩。他焦急地说：“陶木匠，我家有点急活，需要你帮忙，你能不能现在就跟我过去看看？”陶文轩看了看天色，想到自己接下来几天都要在邻村干活，便点头答应了。他向池玉禾告了别，跟着村民匆匆离开了。3天后，陶文轩回到了家中，他前脚刚踏进门槛，池玉禾就后脚跟进来了。他的脸色有些难看，语气也有些不满：“陶木匠，你可回来了？我已经来过你家1次了。你说你打的床结实，可睡了不到3天，它就塌了。你给我用的是什么木料？”陶文轩听了这话，心中一惊，他皱了皱眉头。他打床用的都是好的木料，尤其是主要承重部位，更是用了硬木。按理说，这床不应该这么快就塌了呀。但他也明白，池玉禾不可能是来讹自己的。这件事要是传出去了，自己的名声可就毁了。听到池玉禾的抱怨，陶文轩没有推卸责任，而是立刻承诺说：“可能是我木板脱工了，我再免费给你打一张新的，这回都用硬木来做。你放心，3天后我就送到你家。”就这样，陶文轩又开始了繁忙的劳作。3天后，一张崭新的床呈现在了他的眼前。看着这张床，陶文轩满意地点了点头。他心想，这回就是你床上有5、6个人跳来跳去，也不会压塌了。于是他将床搬运到池玉禾的家中，并帮他安好。安装完后，陶文轩轻松地对池玉禾说：“小嫂子，这回保证没事。但我不是说你以后在床上打滚也应该轻点才对。”他的话音刚落，池玉禾的脸就唰的一下红了。他羞涩地低下头，小声说：“我睡着了，打滚都不知道，要知道我就不打了。”陶文轩见状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他通过开玩笑的方式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出来，心里也感觉清爽了不少。按常理来说，这次给小寡妇池玉禾打的床，陶文轩不仅没有赚到钱，反而还赔了一些。如果这次不再更换，至少他的名声还能保住。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第2张床送去的第6天，池玉禾又找上门来，说床又塌了。这次陶文轩真的有些懵了，他亲自跟着池玉禾去查看那张床，结果让他大吃一惊，床真的又散架了。而且从床的断裂状态来看，那力道仿佛得有1000斤重才能造成。
这让陶文轩十分纳闷。池玉鹤看起来明明很瘦弱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力气呢？尽管心中满是疑惑，陶文轩也没有多说什么。他当即决定再免费为池玉鹤打一张床。这一次，他决定按照能够承受1000斤重的标准来制作，是要打造出一张坚不可摧的床。几天后，陶文轩将新做好的床送到了池玉鹤的家中。尽管他已经尽量做得完美了，但回到家里后，他的心里依然放心不下。他一直在想，自己一定要找出池玉鹤是怎么把这床给弄塌的。想来想去，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潜到床底下观察。在心中做出决定后，陶文轩便开始了他的行动。他趁着池玉鹤在厨房洗碗的间隙，他轻手轻脚地潜入了他的屋子，小心翼翼地藏到了床底下。不一会儿，池玉鹤洗完了碗，回到屋里，他似乎并没有察觉到屋内的异样，如往常一样上床歇息。陶文轩在床底下屏息聆听，过了大约1个时辰，他果然听到了床上传来的轻微滚动声。这声音虽然很轻，但在这寂静的夜晚里却显得格外清晰。然而，这滚床的声音实在太轻微了，几乎感觉不到震动。陶文轩心中疑惑更甚，他继续耐心等待着。夜深了，他的眼皮开始打架，困倦袭来。然而，就在他即将陷入沉睡的时候，突然一股凉风自门外灌入屋内，将他从半梦半醒中惊醒。陶文轩一个机灵，睡意全无。他心中暗道：难道是有奸夫来了？他凝神细听，果然听到了门外传来沉重的脚步声。这声音越来越近，不一会儿便到了床边。接着，床开始剧烈地摇晃起来，发出滋滋嘎嘎的响声。陶文轩心中一凛，果真是奸夫所为。然而他转念一想，又觉得不对劲。即使是奸夫在床上做那事，床也不会像这样剧烈的摇动。而且床摇晃得越来越厉害，似乎随时都会散架。陶文轩决定不再躲藏，他要从床底下钻出来一看究竟。他用力推开床板爬了出来，然而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大吃一惊。床上只有池玉鹤一个人睡觉。陶文轩呼喊道：嫂子！就在这时，一个无形的拳头突然击中了他的肩膀，紧接着一股强风将他朝门口吹去，几乎摔倒在地。池玉鹤从床上惊醒，看到眼前的陶文轩，脸上露出了又惊又喜的表情。他轻声说道：原来是你在我梦中。陶文轩急忙摆手解释道：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他心中慌乱，解释不清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只好趁机逃走了。天亮后，池玉鹤追到了陶文轩的家里。他一进门就开口说道：你喜欢嫂子是不是？嫂子也喜欢你，你要是不嫌弃，我们就一起过。陶文轩一听这话，顿时明白了昨晚的误会。他赶紧将自己潜入床底后发生的事情详细地讲述了一遍。池玉鹤听后也有些猛然，他羞涩地低下了头，小声说道：我每次都做这个梦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陶文轩突然灵机一动，说道：会不会是妖？他这一说，把池玉鹤给吓坏了。他紧张地问道：难道是妖怪把床给弄塌了？陶文轩看到池玉鹤害怕的样子，心中不禁一软。他安慰道：别怕，即使是妖怪，我们也不用怕他。我有一个道长朋友，我去请他来，让他看看是怎么回事。池玉鹤听后稍微安心了一些，但仍然有些担忧地问道：那我今晚在哪里睡觉呢？我不敢一个人回去了。陶文轩想了想说道：那你就在我家睡吧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陶文轩便去请来了那位道长。道长听完陶文轩的描述后，眉头紧锁，
沉思片刻后说道：“今晚我们就来捉这妖怪，看看究竟是何方神圣。”夜幕降临，道长和陶文轩小心翼翼地藏到了床底下。池玉和如往常一样上床休息，而陶文轩则紧张地握着一串五帝钱，这是为了辟邪保平安。半夜时分，一股冷风突然吹进屋内，陶文轩刚要冲出去，却被道长紧紧拉住。就在这时，床板开始剧烈震动起来，仿佛要被颠塌了一般。道长和陶文轩不得不从床底钻了出来。他们迅速拿出准备好的黑狗血，泼向了床榻。这时，一个奇特的景象出现了，床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妖影，原来是一头体型庞大的公牛，它双眼通红，犄角闪烁着寒光，看起来异常凶猛。道士大喝一声：“妖怪哪里跑！”随即从腰间抽出一张符咒，朝着公牛扔了过去。符咒在空中化作一道金光，将公牛暂时定住。与此同时，门外掩藏的10几个精壮汉子听到道士的呼叫声，纷纷冲进屋里。他们手持棍棒，对这头公牛一顿猛打。不一会儿，公牛就被打死了。陶文轩看着眼前的死牛，不禁感慨道：“就是你这妖怪，让我赔了好几回床啊！”旁边的人打趣道：“别人想赔还赔不上呢，你是不是要赔一辈子啊？”陶文轩和池玉和听了这话，两人的脸都羞得通红。事后，陶文轩感激地对道长说：“多谢道长出手相助，否则我们还真不知道如何应对这妖怪。”道长摆摆手笑道：“只是举手之劳而已，不必言谢。”这次事件后，陶文轩和池玉和的关系也变得更加亲密了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您有任何感兴趣的话题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菲菲。都看到这里了，点个订阅再走吧。